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晚登赵归图》全集故事解说。高考查分的这天，查分系统接连崩溃了4次。宋国栋起初以为只是官方服务器出现了故障，满心期待着女儿甜甜的高考成绩。可当系统终于恢复正常，查到分数的那一刻，他整个人彻底陷入了死寂。甜甜的高考总成绩仅仅只有7分，其中语文2分，数学3分，英语2分，重中之重的理综更是彻彻底底的0分。没有人比宋国栋更清楚，这个分数绝对不是失误造成的。甜甜是刻意交了空白答题卡，故意考出了这个荒诞又刺眼的分数。18年的悉心养育，拼尽全力的付出，在这一刻仿佛全都烧成了灰烬，尽数付诸东流。宋国栋心中清楚，7分的高考成绩用不了多久就会传遍整个小区，所有人都会知道，向来爱面子，总以女儿为骄傲的宋远山，养出了一个高考仅考7分的女儿。人人都会嘲讽甜甜是一无是处的废物。回想起3个月前的甜甜，还是扎着清爽马尾辫，成绩稳居年级前列的优秀学生。短短3个月的时间，甜甜就像彻底变了一个人，模样依旧熟悉，心性却早已截然不同，让日日陪伴在侧的宋国栋都生出了全然陌生的感觉。旁人得知甜甜理综考0分，都忍不住唏嘘调侃，理科理综想要考0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，就算是一只猴子在答题卡上随意涂鸦，都能蒙出10几20分。甜甜精准避开所有正确答案，交出空白试卷，足以见得她的刻意与决绝。所有人都以为向来争强好胜、极度看重脸面的宋国栋一定会暴怒发火、摔砸东西，甚至动手教训女儿。可这一刻的宋国栋内心毫无波澜，积攒多年的情绪彻底放空，极致的疲惫与释然席卷了他的全身。18年来，宋国栋一直活在世俗的攀比里，总是和隔壁的张叔、楼下的李婶相互比较，逢人便炫耀自家女儿成绩优异，笃定甜甜将来一定能考上985名校，成为所有人眼中的优秀孩子。这18年就像一根紧紧绷在心头的弦，时时刻刻紧绷着，不敢有丝毫松懈。如今这根弦彻底断裂，没有了期待，没有了攀比，没有了执念，他反而彻底轻松了下来，彻底想通了所有事。此前，甜甜的朋友曾专门找到宋国栋，告知他甜甜近期的成绩下滑得十分厉害，班主任已经多次打电话反馈情况。宋国栋得知后满心焦急，满心担忧地劝说甜甜，苦苦哀求他不要再和社会上的混混来往，静下心好好学习。面对父亲的恳切劝说与卑微恳求，甜甜没有丝毫动容，反而满心抵触，态度恶劣地反驳父亲，直言父亲根本管不到自己，控诉父亲是控制欲极强的控制狂，长久以来的管束让自己无比压抑。面对女儿的指责与叛逆，宋国栋满心茫然无助，他反复思索自己多年的付出，始终想不通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，为何会换来女儿如此极端的对抗。心力交瘁的他再也无力争执，只是落寞地告诉家人，冰箱里还有剩下的饭菜，大家饿了可以自行加热食用。随后便独自转身出门，心中已经做好了彻底放手的决定。出门后的宋国栋第一时间联系了房产中介老方，语气坚定地告知对方，自己名下的学区房市场价450万左右，如今愿意低于市场价1成出售，只要400万出头即可成交，要求对方务必在3天内完成房屋交易。老方得知这个价格后十分震惊，再三确认宋国栋是否执意低价卖房。宋国栋态度决绝，没有丝毫犹豫。随后宋国栋又联系了好友刘哥，告知对方自己当初300万原价入股的公司30%股份，如今愿意200万低价转让。接连的低价处置资产让刘哥满心疑惑，误以为宋国栋沾染了赌博恶习，或是遭遇了不法分子绑架，急需用钱。面对好友的追问，宋国栋终于说出了缘由。他平静地告知刘哥，自己的女儿高考只考了7分，是故意交白卷考出来的成绩。刘哥难以置信，反复确认是不是700多分，在得知确实只有7分后，终于明白了宋国栋的绝望。宋国栋坦言，既然女儿执意不要自己这个父亲，执意毁掉自己的人生，那自己也不必再执着扮演父亲的角色。18年的责任与牵绊，他到此为止。之后，宋国栋来到银行，向工作人员提出业务办理需求，要求将自己名下所有存款全部转出，存入一张全新的银行卡中。处理完存款事宜后，他又专门咨询了律师，确认年满18岁的女儿在法律上已经不再需要自己承担抚养义务。在得到律师的肯定答复后，宋国栋彻底放下了心中最后的牵绊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宋国栋有条不紊地处置了自己所有的资产，名下存款全部转移，房产敲定次日过户，车辆低价变卖，公司股份转让给好友。几番操作下来，他的身上留存了500多万现金。这一刻，45岁的宋国栋没了妻子，没了女儿，没了房产，没了车子，没了事业牵绊，手握500万现金，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。小区里的邻居偶遇宋国栋，随口询问他是否要出差远行，还贴心询问甜甜的高考成绩。宋国栋只是淡然敷衍，告知女儿正常发挥。邻居又提起房子的事情，告知宋国栋昨晚挂出去的房源一早就有人全款预定，下午就能签订购房合同。再次确认他的卖房意愿，宋国栋依旧态度坚定。面对邻居询问女儿后续的居住问题，宋国栋神色淡然，直言自己无从知晓。在此之前，甜甜一直活在父亲的呵护与包容中，从小到大，父亲始终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生活起居，全力培养他的兴趣爱好。看着他拿下比赛2等奖，为他的每一点进步满心骄傲，日复一日为他做饭，送他上学，包揽了他成长路上所有的风雨。
可这一切无微不至的偏爱，终究没能留住叛逆的甜甜。当甜甜察觉异样，想要联系父亲时，拨打出去的电话始终是关机提示音。身边的亲友纷纷安慰甜甜，笃定宋国栋只是一时生气，故意吓唬她，过不了2天就会消气回家。可只有甜甜自己清楚，5天时间过去，父亲的电话始终处于关机状态，彻底断了所有联系。慌乱无措的甜甜找到父亲的好友方叔，焦急追问父亲的去向。方叔遵照宋国栋临走前的嘱托，如实告知甜甜，宋国栋已经远赴外地，具体去向无人知晓，并且特意叮嘱所有人不要让甜甜寻找自己。甜甜瞬间明白，父亲是真的彻底离开了。他愤怒又委屈地质问方叔，确认父亲是不是卖掉了房子，带走了400多万的房款。在得到肯定答复后，甜甜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他哭诉着控诉，那套房子也是自己的家，父亲不该如此决绝。方叔看着任性懵懂的甜甜，冷静地告诉他，他已经年满18岁，法律层面上，宋国栋早已没有抚养他的义务，父亲处置自己的房产是完全合法的行为。很快，翠湖小区的物业主动联系了甜甜，正式通知他，房屋产权已经完成过户，新房主要求他务必在月底之前搬离小区。这一刻，甜甜才彻底认清现实，父亲真的抛下了一切，彻底离开了他。他在屋内发现了父亲留下的纸条，上面写着已经为他留存2万块生活费，放在枕头下方，往后让他独自生活，不要再寻找自己。失去住所的甜甜只能仓促租下一间15平米的狭小出租屋，月租800元，需要押一付3，水电费用另行结算。起初身边的朋友还在安慰他，让他安心暂住，等宋国栋气消了就会回来。可甜甜的生活还在持续坠落，她深陷一段不健康的感情中，和男友赵磊纠缠不清。甜甜身边的好友耗子一直不看好甜甜和赵磊的恋情，却也只能无奈看着甜甜一味付出。整整8个月的相处时间里，甜甜承担了2人所有的开销，耗尽了父亲留给自己的生活费。没了经济支撑的甜甜，生活彻底陷入困境，连基本的烟火饭菜都无法做好，彻底没了往日的光鲜。而远走他乡的宋国栋一路辗转，先后途经武汉、深圳等地，最终扎根深圳发展。他的大学上铺兄弟早已在深圳打拼多年，得知他前来投奔，满心欢喜地接待了他，不仅为他提供免费居住的公寓，还盛情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公司，坦言可以任由宋国栋开出合作条件。多年的兄弟情谊让2人毫无隔阂。兄弟直言，大学4年，宋国栋帮了自己无数，如今正是自己回报的时候。宋国栋多年深耕建材贸易行业，积累了丰富的采购、谈判、压成本的经验，这些能力在深圳的行业赛道中依旧十分受用。入职公司后，他凭借精准的行业眼光，一眼看出公司多项低利润率业务存在弊端，果断砍掉利润率低于 8%， 扣除运费和退货成本后几乎无盈利的项目，还凭借过硬的砍价能力，为公司争取到更低的供货价格、翻倍的供货量，轻松解决了公司长久以来的经营难题，让兄弟连连赞叹他的专业能力。老家的亲友得知宋国栋在深圳安稳落脚，都私下议论纷纷，笃定宋国栋撑不了多久，过几天就会放不下甜甜，灰溜溜的回家，甚至直言甜甜过不了3天就会主动打电话求和。可日复一日过去，宋国栋始终没有回头的迹象，甜甜也始终没能联系上父亲。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，甜甜的生活彻底迎来了崩塌。赵磊酒后在出租屋与甜甜爆发激烈争吵，甚至动手殴打了甜甜。邻居听到动静后及时报警，警察赶到现场时，甜甜满脸伤痕，狼狈不堪。警方依法将施暴的赵磊带走拘留。老家的王婶第一时间将这件事告知了远在深圳的宋国栋，恳求他回来照顾女儿。宋国栋得知女儿被打，已经报警处理后，心中了然，平静告知王婶，甜甜已经成年，自己做出的选择需要自己承担所有后果，最终还是拒绝了回乡的提议。被拘留释放后的赵磊毫无悔改之意，反而变本加厉。没钱生活的他逼迫甜甜打电话联系父亲要钱，埋怨甜甜不肯开口求助。面对甜甜的拒绝，赵磊再次对他动手，绝望的甜甜只能再次报警求助。宋国栋的好友老方再次向宋国栋同步甜甜的近况，告知他赵磊仅被拘留5天，如今已经释放。甜甜独自待在出租屋，伤势严重，处境凄惨，再次劝说宋国栋回乡照顾女儿。宋国栋心中清楚，若是自己此刻心软回头，所有的一切都会重蹈覆辙。甜甜会短暂哭泣认错，假意悔改，用不了1周，他就会再次和赵磊和好，继续肆意挥霍生活，虚度人生，陷入无尽的恶性循环。这一次，他坚决不要再做一次次包容、一次次失望的傻子。即便如此，宋国栋依旧放心不下女儿的安危，他嘱托老方悄悄照看甜甜的近况，确保她不会出现意外。同时特意叮嘱老方不要让甜甜知道自己一直在关注她，一直在打听她的消息。经历暴力纠纷后，赵磊彻底消失，不再联系甜甜，身边的闺蜜也渐渐疏远，父亲的号码永久停机，彻底和她断了联系。孤立无援的甜甜身上仅剩300元现金，彻底失去了所有依靠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无助中。为了活下去，从未吃过苦的甜甜开始四处寻找工作。没有任何工作经验，学历一无是处的她屡屡求职被拒，所有用人单位都只招收熟手。几经碰壁后，一家奶茶店愿意给她试工机会，每月薪资2800元，成为了她绝境中的唯一希望。初入职场的甜甜十分笨拙，做事屡屡出错，身边的同事耐心安慰她，让她多加练习，慢慢适应。
有同事见她整日不吃午饭，面色憔悴，好心将自己多买的饭菜分给她。此时的甜甜早已没了往日的任性骄纵，她背负着未还清的信用卡账单，囊中羞涩，步履维艰。走投无路的甜甜一次次拨打父亲的电话，听筒里永远是冰冷的关机提示音。她放下所有骄傲，低声向父亲认错，哭诉自己没钱生活，恳求父亲回来，直言自己是他的女儿，渴望得到父亲的庇护。可远在深圳的宋国栋早已看透了女儿的本性，他清楚地知道，甜甜此刻的认错从来都不是真心悔改，只是因为没钱度日，走投无路的假性道歉。就算此刻心软给他转去2万块生活费，他也只会安稳3天，随后依旧肆意摆烂，重蹈覆辙。18年的无限包容与反复失望，早已让他彻底疲惫，再也不想陷入这种无休止的内耗中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甜甜始终省吃俭用，常常空腹上班。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，让她的身体彻底透支，面色日渐憔悴，身形愈发消瘦，整个人虚弱不堪。同事们都十分心疼她，纷纷劝说她好好吃饭，注意身体，让她状态不佳时提前下班休息。最终，长期低血糖、营养不良的甜甜直接晕倒在工作岗位上，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。医生告知，甜甜的血糖值已经低至危险红线，若是再晚送来半小时，极有可能危及生命。房东联系不上甜甜的其他亲属，只能辗转联系上一直默默关注她的方叔。方叔赶到医院，看着虚弱憔悴的甜甜，满心心疼，询问她为何执意如此执拗。甜甜满脸苦涩地告诉方叔，自己接连拨打了30多个父亲的电话，始终无法接通。方叔转达了宋国栋一直藏在心底的疑问，问他当年执意考出7分的成绩到底值不值得。这个问题瞬间击溃了甜甜所有的伪装，她崩溃大哭，坦言这7分从来都不值得。18年的细心养育，父亲倾尽所有，给了他最好的一切，可自己整整18年从未珍惜过父亲的付出，亲手将最爱自己的人彻底推远。他坦然接受了所有后果，不怪父亲决绝离开，这一切都是自己咎由自取。同时他拜托方叔转告父亲，不用为自己担心，自己往后可以好好生活，独立长大。方叔将甜甜的所有心里话一字不落地转告给了宋国栋，告知他甜甜这次没有哭闹求和，没有卑微乞求，只是默默认错，承诺独立生活，是18年来第一次真正长大。宋国栋听闻后沉默落泪，久久无言。看着彻底醒悟，独自硬扛所有苦难的女儿，宋国栋终究不忍。他嘱托方叔以个人名义借钱给甜甜，让她好好调理身体，维持生活，叮嘱方叔不要透露自己的踪迹，也不要让甜甜知道这笔钱来自自己。他心中清楚，自己可以在身后悄悄扶持女儿一把，帮她渡过难关，但绝对不能直接出面包揽所有问题。若是一味庇护，只会彻底毁掉刚刚觉醒想要自救的甜甜，那不是帮扶，是变相的伤害。出院后的甜甜彻底褪去了往日的叛逆任性，真正开始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她按时吃饭，规律生活，养好身体后，主动报名准备成人高考，买来成人高考的辅导书，立志考取大专学历，学一门实用的技能，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。此后的日子里，甜甜开启了极致自律的生活模式，白天在奶茶店认真打工赚钱，夜晚下班后立刻奔赴图书馆，埋头苦读，直到闭馆，日复一日，从未间断。她选择学习会计专业，每天钻研枯燥的会计知识，反复背诵核算准则，练习记账公式。旁人不解她为何如此拼命，日夜不休的学习，只睡5个半小时，甜甜却始终淡然坚持。在她看来，数字是世间最诚实的存在，1就是1，2就是2，不会欺骗任何人。就像人生的因果，所有的结局都是自己亲手造就。会计的真实性原则也恰恰印证了她当下的人生，所有的苦难与成长都是真实发生，无法逃避的经历。甜甜的同事林巧一直默默见证着她的蜕变与成长，看着她坚持2个多月日夜苦读，只为逆袭人生，改写命运。林巧被甜甜的毅力深深打动，悄悄找到了宋国栋的联系方式，将甜甜的近况全盘告知。他告诉宋国栋，甜甜一心想要考上大专，习得本领，想要用实际行动证明当年的7分从来都不是他人生的终点。得知女儿彻底醒悟，奋力自救的宋国栋，内心积攒已久的执念彻底释然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多年以来苦苦等待的，从来不是女儿考出多么优异的分数，拥有多么耀眼的成绩，而是他愿意正视错误，重新迈步向前的模样。无论是7分还是700分，只要女儿愿意努力前行，积极生活，一切就都值得。此后，甜甜依旧脚踏实地努力生活，认真工作赚钱，按时偿还欠款，每个月固定还款1500元，坚持10个月还清所有债务。他认真对待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，耐心打磨自己的能力，一点点弥补曾经的过错，用最踏实的方式清算自己的人生账单。10个月的日夜苦读，坚持不懈，终于迎来了成人高考的出分时刻。当成绩公布的瞬间，所有人都为之震撼。甜甜凭借412分的优异成绩成功逆袭，从当年故意考出的7分，到如今凭实力考出的412分，甜甜用整整10个月的汗水与坚持，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蜕变。见证女儿彻底成长蜕变后，宋国栋终于放下所有顾虑，决定回归家乡。他提前收拾好家里的房间，买好高铁票，定下7月18号返程归家。归家后的父女2人没有多余的争执与隔阂，只剩久别重逢的温柔与默契。甜甜看着气质愈发沉稳的父亲，忍不住开口夸赞，褪去了往日的叛逆骄纵。
宋国栋细心留存着甜甜6岁时画的画作，多年从未丢弃。这份长久的偏爱让甜甜满心温暖。归家后的宋国栋依旧细心照顾女儿的生活，为她煮面准备饭菜，叮嘱她认真学习，好好休息。甜甜也慢慢学会了照顾自己，反复练习厨艺，再也不会把盐当成糖，亲手做出的饭菜也得到了父亲的认可。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甜甜终于敞开心扉，向父亲坦诚了自己所有的心声。她告诉父亲，当年她决绝离开的那天，自己其实一直站在窗户后，亲眼看着他上车远行。起初她毫不在意，笃定父亲只是赌气，最多3天就会回家。可1周、2周过去，父亲的电话始终关机，彻底断了联系。直到第3周，她才彻底陷入恐慌。这份恐惧无关没钱生活，而是真切意识到自己亲手弄丢了唯一疼爱自己的父亲，真切明白父亲真的彻底不要自己了。被赵磊殴打那天，他下意识想要依靠的人是父亲，第一时间想要求助的人也是父亲。可听筒里永远冰冷的关机提示，让他彻底认清了现实。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他，浑身伤痛，满心悔恨，一边渴望父亲的庇护，一边又无比愧疚，深知是自己亲手将最爱自己的人逼上绝路。从那一刻起，他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父亲，不是赌气任性，而是深知自己没有资格奢求原谅。方叔问他7分值不值的时候，他为自己荒废的18年人生痛哭流涕，为自己辜负的父爱满心愧疚。他不再随口说着空洞的对不起，而是选择用往后的余生，脚踏实地证明自己的改变。经历过风雨洗礼的甜甜，心智愈发成熟通透。他得知施暴的赵磊因涉电信诈骗案件，被警方依法判处3年半有期徒刑，彻底为自己曾经的识人不清、任性叛逆付出了代价。如今的甜甜懂得了感恩珍惜，贪恋父亲亲手做的饭菜，体谅父亲多年的辛苦付出。他认真规划自己的未来，承诺毕业后前往深圳工作，陪伴在父亲身边。他学着温柔对待生活，对待父亲，用自己兼职攒下的钱，请父亲喝最贵的咖啡，用最朴素的方式回馈父亲的偏爱与包容。曾经破败不堪的父女关系，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救赎中，慢慢修复如初，迎来了全新的温暖与光明。